远离了城市的喧嚣，没有了工作的烦恼，离开了交际的困扰，把荒野生存当作慰藉心灵的一种良药，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。制砖烧窑样样在行，建造荒野豪宅，直接扛过寒冬的侵袭，编织出捕鱼竹笼，打造出钓鱼神器，即便是屡次空军也不气馁，最终实现鱼肉自由。更是在荒野打造出菜篮子工程，改良种植土壤，实现了野外种植玉米、南瓜、大豆的壮举。累了来上一壶提神又醒脑的极品浆果茶，饿了吃上卡哇伊式牛肉6倍的豆荚，就连还未成年的极品酸浆果，那也是难逃他的亲吻。他叫阿德，一个号称荒野生存界天花板一般存在的男人。他为走出爱情那失败的坟墓代言，也为在野外重获新生的求生者代言。距离阿德种植下玉米、大豆以及南瓜已经过去了1个月的时间。今儿一大早，阿德便掀开了壁炉的头盖骨，将里面豆腐渣一般的脑花给挖了出来。这些都是木材燃烧后留下曾经活过的证据。草木灰，草木灰里面含有丰富的氮磷等元素，那可是植物生长所必需的东西。而农业德收取它们，主要是用作土壤改良。毕竟这片山地的土壤极其贫瘠，不做改善的话，农业德的玉米、大豆、南瓜等作物恐怕很难长到开花结果。届时农业德怕是只能落得个挨饿得给3天饿9顿的下场。阿德在豪宅附近找了一块土地，将泥土进行一番挖掘和筛选以及浇水后，再将草木灰与之相混合，以便达到提高土壤肥效的作用。由于土壤极其坚硬，而阿德又要改造一定深度的土壤，因此整个改造工程可是不容易，足足的花费了阿德2天的时间，撬出了一大堆石头才算是完事。而这中间阿德还必须兼顾着照看菜篮子工程里面的菜苗些。菜苗整体上看起来还行，不过就是贫瘠的土壤下，它们只是有高度，但是没有粗度。这也是阿德为何要改良移栽地的原因。看似不大的活，却是极其的耗费体力。好在树豆荚又接触了大量的奥利给豆，这批豆子比阿德去年来到这里时早不少，因此豆子更嫩更甜，能够给阿德提供不少的卡哇伊。阿德整个过冬的老豆子则是已经消耗一空，不过外壳倒是有着很大的用处，将它们铺设在改造田的底部后，能够锁住土壤水分，腐烂后还能提供不少肥料。抽空的时间，阿德还悄咪咪地做了几个极品陶器。多次的烧陶工作下，陶器德的技术那是越发的好了起来。看看这陶器的外形，简直是美轮美奂，绝对可以称其为艺术品。陶器德怕是回到现代社会后，靠这一手也能实现妻妾成群的梦想了。当然，烧陶只是为了获取大量的草木灰的附加工作。这个阶段，农业德的重中之重，那一定是改良菜篮子工程的种植地。整个改良工作彻底的完成下来，阿德一共花费了4天的时间。不过为了让这些瘦弱的植株长好，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阿德先是在改良后的土壤上挖出比较大的孔洞，因为为了不破坏玉米植株的根系，阿德决定直接将整个罐子内的玉米连同土壤取出来，随后再整体的将玉米植株放入到改良过后的土地之中，毕竟能够不破坏植物的根系，那样的玉米才能够更加快速的生长起来，开花结果。种植好后的玉米必须浇上透根水，也就是彻底的浇透土壤才行。将玉米植株搬入新家之后，阿德接着便让大豆和南瓜苗一一的入住了新家。为了整体搬迁成功，阿德甚至还不惜敲破了南瓜苗的罐子，以此来保全南瓜苗的根系不受到丝毫的损伤。最后还在土壤面层加上不少细碎的树叶，以此来降低面层水分的蒸发。不得不说，为了这几棵农作物，阿德简直就像是老父亲一般的操碎了心啊！也希望这些植株在未来茁壮成长，能够给阿德带来丰收的喜悦吧。菜篮子工程算是完工了一半，剩下的便是连续性的科学管理了。为此，有了时间的阿德又想到了吃上鱼肉的梦想。毕竟上1年中，不仅钓鱼失败，就连鱼龙计划那也是狗带，妥妥的一个空军德称号挂在脑门之上。这一次刚来到河边的空军德就发现了一条狗带的带纹身的甘蔗，不过他可不喜欢吃甘蔗，于是乎那是拿起了自己的捕鱼神器，先是检查了一番，再对着神器进行了一番加固和改造之后，空军德可谓是信心满满，似乎已经看到了鱼儿奔向他来。接着再将捕鱼神器拿到了一处阿德觉得的深水区域放置，顶部压上石块，防止鱼龙被河水带走。鱼儿则是采用了带纹身的甘蔗。然而等待了1个小时之后，阿德再次体会到了捕鱼的不容易，似乎是辣条不合鱼群的口味，笼内那叫一个空空如也。不过空军德倒也没气馁，直接拿起了一根长的龙舌兰叶片敲打了起来。阿德一是想要获取里面的植物纤维用来制作绳子，二是获取龙舌兰里面的皂素。敲碎的龙舌兰里面的皂素可是好东西，用来洗澡可是极佳的。看看阿德这先把脚洗得干干净净，又接着把脸洗了一遍，别提有多舒服了。而里面的植物纤维则是被他一根根的提取出来，不一会的功夫就制作出了一根长鱼竿。空军德的吃鱼之心那真叫一个坚如磐石啊！当然想要钓到鱼的话，没有饵料那可是万万不能的。年纪轻轻的小蝌蚪不仅没有找到妈妈，还不幸的遇见了空军德。
直接被空军德当成了鱼饵，在河中钓起了鱼。为了钓到鱼儿的阿德今儿也是拼了，什么路亚，什么甩狙，各种方式可谓是都用了个遍。最终鱼竿之上总算是传来了喜讯，空军德赶紧的回拉着鱼绳，一时间4米长的鱼线直接绷得笔直，而鱼线末端赫然有着一条扁平的鱼饵。几秒钟的时间内，鱼儿被阿德给拉了过来，随即成为了阿德的囊中之物，直接被镇压在五指山中。别看这只是一条2两左右的小鱼，但是对于荒野求生近乎1年来第一次吃到鱼的阿德来说，这就是极品美味。土壤改良后，菜篮子工程走势极其的稳定，阿德还吃到了心心念念的鱼肉大餐。已经没有遗憾的他又开启了刨坑的模式，刨出来的细土可以用作制造陶器，而粗土则是制造土砖的好材料。不过6、7月的太阳实在是太过热烈，让阿德有些招架不住。而此时生涩的酸浆果已经长到了最佳的时机，色泽极其诱人的。此时它的味道可以说是4酸6甜，对于阿德来说既是糖分又能提神醒脑。烈日下工作之后吃上一些，那绝对是不二之选。为此，阿德可是采摘了不少的酸浆果，将大部分装起来之后，剩下一部分加入水一起服用，可谓是夏日里的一抹清凉。补充上卡哇伊之后，阿德又可以生龙活虎的开采起粘土。当然，这段时间阿德还不忘记定期的照看一番菜田，给瘦弱的植株加装上一副拐杖，防止它倒地碰瓷。而这种特别烧制出来的渗透痰，则是可以慢慢的将痰内的水渗出，起到一个滴灌的效果。甚至在随后的日子里，阿德还给菜地建造了一圈挡风墙，里面的植株也是在农业德的精心照料之下，越发的精神了起来，成长了不少。而阿德也要开启了他上次建房时定下的计划。只见先是将房屋内的家具些全部搬了出来，尤其是这些陶罐，这可是易碎品，可是不能马虎。随后阿德开启了拆一代模式，对着房顶的树皮就动起了手。阿德可不是打算回归现代社会，而是准备实现自己当时定下的目标，将荒野豪宅升级，把砖墙的高度加高1米。毕竟现如今的房屋高度下，阿德只能弯着腰在房内活动，无法做到站起来。而不久之后，他的好基友阿基会来赴约，父2人定下的1年之约。为此，阿德必须把房子建好，到时候让好兄弟阿基住2天他的荒野豪宅。先后将屋顶的树皮和框架一一的拆除之后，建造德便上了线，开始利用土砖逐层加高房屋的墙面。为了房屋不仅美观，而且稳定安全，阿德还准备了不少比较稀的粘土，它们将作为墙面粘合材料，充当起水泥砂浆的作用，将土砖面与面接触的位置粘合在一起。精益求精的阿德对待每一块砖的放置都要求做到极致，要每一个接触面都用水先涂抹，接着再放置在泥浆之上，最后再施加一定的力度敲击，以便能够将里面的空气尽可能的挤出来，同时达到极高的平整度。因此，整个墙面加高工程可是极其不易的，可以说是一个耗时又耗力的过程。而且加高到一定的程度时，还需等待太阳晾晒，让里面的水分挥发。仅半米的高度，几乎就耗费了建造得半个月的时间才完成。这部分的墙面加高的难度还不算大，因为接下来涉及到门洞部分的建设，难度就要大上许多了。毕竟涉及到了不少的悬空砖墙的处理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阿德可谓是绞尽脑汁，最终想到了方法，那便是建造土砖时打造出了一批直角梯形的土砖，突出去的那个角便是悬挑出去的边，可以借助这个位置一层一层的延伸上去，就能实现门洞建设了。不过目前也有着影响进度的东西，那可不是土砖，因为阿德之前准备好了充足的土砖，不过泥浆的获取可是不易，每一次都要重新在坑内挖出细粘土之后才能制作。好在距离阿德的好基友到来还有1个半月的时间，阿德初步估算了一下，按照自己目前的建设进度和速度，大概还需要1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完成荒野豪宅的建设，理论上是能够在阿基的到来前完成的。不过该加强进度时，阿德还是毫不含糊，顶着烈日也在干活。毕竟谁知道阿基会不会突然间来个偷袭，提前到来呢？也是基于这个想法，原本窗洞也要打造成弧形顶部的阿德，提前预制了长条形窗梁，这样直接放在窗洞上方即可。比起利用直角梯形砖建设弧形洞口，那可是要快太多了，能够节省不少的建设时间。因此接下来的时间内，建造德打造窗口的速度那叫一个1日千里，很快的就完成了几个窗洞的建设。看看这质量，看看这角度，我说阿德不回家搬砖那是真的可惜了。手握酸浆果茶水的阿德也是不得不感慨，能够徒手打下这么一片江山，那是真的不容易啊！从刚来到这片山地时的190斤，到如今仅只有130斤去了，可以说是减肥效果太好了。那么阿德能否在剩下的时间内将荒野豪宅打造完毕呢？而阿德的好基友阿基又会不会提前做老六行为，给阿德来上一个撒泼瑞斯的惊喜呢？另外，阿德能否等待改良土壤里面的蔬菜开花结果呢？一切都不要急，这些问题将会在阿德的荒野求生第2季下集里面一一的为大家揭晓。喜欢的朋友麻烦点个赞，
订阅支持一下，非常感谢。